2023年3月，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去世。这位日本左翼的代表人物，在去世前曾多次提醒到要小心日本，他很有可能会重复当年的历史。他口中的这段历史是指的什么呢？大江健三郎出生在1935年，那时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盛行，建立帝国是当时每个日本人民的梦想，甚至全国参战也在所不惜。可最后的结局我们也知道，日本等轴心国战败投降。而在这种背景下，大江健三郎思考起了战争的意义。他认为日本应该扼杀军国主义的倾向，所以在上世纪40、50年代，他参加了呼吁自由主义的活动，但均遭遇到了打压。为了抒发心中的愤懑，他拿起了笔杆，也因此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在1994年的诺贝尔颁奖仪式上，获得文学奖的他在发表感言时，十分令人意外地痛斥了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行为，并呼吁日本应该承认历史。这番发言得到了日本左翼的支持，可日本右翼却盯上了他，并觉得他是在丑化日本形象。可现实却并不会按照他的理想前进。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右翼倾向渐渐复苏，以至于倍感无力的他只能通过各种发言警告各国小心日本。那么日本是如何重燃军国主义的呢？在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此举立马引发了多个国家的强烈谴责。要知道，靖国神社内祭祀的都是2战中的甲级战犯，例如像东条英机这样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们都是犯下各种杀戮罪行的罪人。可日本首相的行为反映出了他们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而在他之后，日本内阁大臣以及各种官员也曾陆续参拜靖国神社，即便遭受到中国的强烈谴责，他们也似乎没有愧疚。不仅是在这一点，日本还在慢慢篡改教材，试图淡化侵略历史。就在今年，日本的新一批小学教材中故意淡化日本奴役劳工以及殖民朝鲜半岛的历史事实，企图用这种方法来掩饰他们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而这样罔顾历史的行为，自然遭到了我们的抗议与谴责，并督促日本应该正规历史，再去教育后代。显然，日本的种种行为都存在刻意淡化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以便重走军国主义的道路。除了选择性的歪曲历史、误导人民，日本还做了哪些让军国主义抬头的行为呢？日本在2战投降后，曾签订了和平宪法来约束军事发展。在宪法的第9条中明文规定，日本要放弃发动战争以及海陆空等各种战力。通俗的来说，就是日本如果和他国发生冲突，只能自卫防御，不能主动出击，自然也剥夺了成为军事国家的可能。可后来的日本却多次违反这项规定，光是日本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保障，就将他们的狼子野心展现得淋漓尽致。先是开发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然后又增加了军费支出，并且解禁了武器出口限制。从中不难看出，日本想扩大军备，并且成为一个随时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加上日本近些年不断和北约国家进行军事演习，其意图也是十分的明显，就是在追求多样化的军事合作关系。所以大江健三郎才认为，日本的这些举动无疑是想把日本重新带回军国主义。而日本国内的反战组织以及呼吁和平的民众也对此发出批评和指责，因为他们真的不想再回到那个毫无人性可言的时代了。对此你怎么看呢？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